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浪。金庸先生创作的武侠小说中，行走江湖的大侠除了拥有绝世武功之外，往往也有神兵利器傍身。这些武器是江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剑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武器，像独孤求败、风清扬都是顶级的剑客，其他用剑的高手更是不计其数。虽然用剑的人很多，宝剑的数量却不是很多，而且书中的宝剑都有独特的特点以及故事，并不仅仅只是一柄利刃那么简单。金庸先生在创作他们的时候也有自己的深意。下面阿浪就为大家盘点一下金庸武侠小说中的10把顶级宝剑。金蛇剑是碧血剑中的宝剑，原本是五毒教的镇教三宝之一，整柄剑就像是一条蛇盘踞而成，蛇尾是宝剑的剑柄，突出的蛇线则是剑尖，因此金蛇剑的剑尖分为两叉，加上这把剑是黄金打造而成，因此得名金蛇剑。因为这柄剑造型独特，所以它也有很多不同的用处。金蛇剑法精妙无比。当年夏雪宜为了报仇去云南求毒药，结果遇到了何红药，他骗到了何红药的真心，拿到了五毒教的镇教三宝。后来他凭借金蛇剑和金蛇剑法报仇，还闯出了金蛇郎君的名号。之后夏雪宜被石梁五老所害，之后被何红药救出，可是他不愿意听命于何红药，最终藏身在华山的密洞，并把金蛇剑刺在崖壁之上。后来袁承志得到了宝剑以及秘籍，练成秘籍之后，他凭借自己高强的武艺协助闯王抗击清军，还因此和五毒教有联系。最后他也将金蛇剑法传给了何铁手，五毒教重新拥有了金蛇剑的传承。君子剑和淑女剑也是金庸小说中另一对双剑合璧的剑器，出自《神雕侠侣》。本来是绝情谷主公孙止的私藏，在与杨过和小龙女比武时被杨过挑选走，还打败了公孙止。与其他宝剑不同，这对宝剑的造型非常的独特，它没有尖头也没有剑锋，看起来完全不像宝剑，倒像是黑色的木片。然而两把宝剑寒气逼人，而且非常的锋利，两把宝剑造型完全一致，甚至都有很强的磁性，两者靠近之后会吸到一起。虽然两把剑是公孙止所藏，但是他却没有使用它们，而是使用了一把和他们造型类似的黑剑。倒是杨过得到这一对宝剑之后，和小龙女联手使用玉女苏心剑法，震惊了江湖上的一众高手。杨过在山谷中用君子剑和毒蟒接战，结果君子剑被蟒蛇体内的紫薇软剑砍出几个缺口，再就没有出场过。后来小龙女学会了双手互搏，一个人使双剑就可以大战金轮法王加蒙古三杰再加全真五子，也是让人心旷神怡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而且这把剑还是铸造倚天剑和屠龙刀的辅料之一，可以说很是重要。真武剑是武当创始人张三丰的佩剑，这把剑造型奇古，锋利无比。张三丰年少行走江湖之际，这把宝剑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，也帮助他击败了很多邪教之人。不过等到张三丰晚年之后，他也很少使用这把宝剑，这一点和阴天正气类似。一方面当时张三丰的武功以真化境，不需要真武剑这样的宝剑已然可以独步武林。另外晚年的张三丰已经厌倦了打打杀杀，自然不需要武器伴身。之后真武剑一直都是武当的镇山之宝，可是后来他被日月神教所偷，遗失了多年，直到《笑傲江湖》中由人应又还给了当时的武当掌门冲虚道长，宝剑这才物归原主。凝碧剑这把宝剑是《书剑恩仇录》中张召仲所持有的宝剑，这把宝剑剑如其名，其外观青光耀眼，如同一泓碧水，非常的漂亮，同时也非常锋利。张召仲是武当派的三弟子，江湖上人称国手判官。他在武学上很有天分，平时也非常的用功，在武当的众多师兄弟中武功最为高强。可是他却不似其他弟子一般淡泊名利，反而挖空心思想要博得功名，最终成为了清廷的鹰犬。武功本就高强的张召仲，再加上凝碧剑这样的宝剑，他成为了红花会众人的大麻烦。在和红花会众人交手的时候，他就依靠凝碧剑压制陈家洛，并从无尘道人的攻击下脱身。张召仲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底的恶人，为了自己的官位和前途坏事做尽，最终他身陷狼群之后，还和前来营救自己的师兄陆飞清大打出手，最终命丧狼口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张召仲才恢复了理智，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师兄，凝碧剑也被陆飞清带回。白虹剑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白眉鹰王殷天正年轻时的佩剑，白虹剑是一柄难得的宝剑。白眉鹰王殷天正早年间偶然得到这枚宝剑，
凭此剑闯荡江湖，立下赫赫威名。后来他修习鹰爪功，便很少使用剑法，此剑就被作为配饰悬挂腰间。在6大派围攻光明顶之际，他将这把宝剑交给了化名曾阿牛的张无忌，对抗灭绝师太手中的倚天剑。白虹剑在当时也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兵利器，虽然锋利，可是在倚天剑面前依旧不堪一击。灭绝师太一招就斩断了白虹剑，张无忌也因为弄断了外公的宝剑愧疚了一番。青刚利剑是独孤求败弱冠前的武器，他凭此剑与何数群雄争锋，闯下赫赫威名。后来他的剑道精进，从利剑级进入软剑级，于是弃青刚利剑不用，开始使用紫薇软剑。青刚利剑乃是以稀世金属锻造而成，青光闪闪，锋利无比。独孤求败一直带在身边，一直到隐居山谷时才将其埋入剑中，与紫薇软剑、玄铁重剑并列，后被杨过发现而重见天日。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倚天剑是郭靖、黄蓉夫妇熔炼玄铁重剑后打造的宝剑。后来夫妇两人将倚天剑传给了自己的小女儿郭襄。郭襄创立峨眉之后，这把剑一直为峨眉派掌门人所有。倚天剑削铁如泥，不仅阴天正的白虹剑在他面前不堪一击，小昭的手铐脚镣也在倚天剑面前应声而断。不过倚天剑最为珍贵的还是它里面暗藏的九阴真经。江湖上只有峨眉派知道这里面的秘密。后来周芷若机关算尽，得到了屠龙刀和倚天剑，并拿到了里面的九阴真经以及5部遗书。不过为了取书，这2把神兵也就此损坏。玄铁重剑是《神雕侠侣》中杨过使用的宝剑，这把剑原本是独孤求败的佩剑，后来被杨过所得。他也在神雕的指导下学会了独孤求败的精妙剑法，同时掌握了精妙的内功心法。和其他的宝剑不同，玄铁重剑非常沉重，全身剑长3尺，重64斤。正所谓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虽然玄铁重剑并不锋利，但是杨过领悟了重剑剑法之后，凭借一把重剑无敌天下。后来为了协助郭靖、黄蓉夫妇守襄阳，杨过将玄铁重剑留给了他们。随后这把重剑被夫妻2人熔炼打造成了倚天剑和屠龙刀，一把神兵就这样消失了。紫薇软剑乃是真正的剑中王者，剑身柔软，所以在对战的时候有很多的妙用。加上它本身锋利无比，也算得上是顶尖的神兵利器，连独孤求败都忌惮其锋芒。因其太锋利邪异，连他都无法掌控，使他误伤了意识。他心有愧疚，又觉得此剑不祥，于是将其弃入深谷中。剑冢中并未埋藏紫薇软剑，而杨过后来也没见过紫薇软剑，是与读者皆不知紫薇软剑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有何威力。实际上在旧版小说中，紫薇软剑却出现并被杨过所得。独孤求败将软剑弃之深谷后，某一天一条大蟒蛇误吞了紫薇软剑，后来蟒蛇与神雕相斗，杨过助阵神雕，并以君子剑砍击蛇腹，不料君子剑竟被蛇腹中的紫薇软剑斩断。杨过杀死蟒蛇，从蛇腹中获得紫薇软剑，并带回郭府，不料与郭芙冲突时，被郭芙以之斩断他的手臂，在他手臂斩断之前，还以淑女剑格挡，淑女剑应声而断。紫薇软剑之威恐怖如斯，怪不得连独孤求败都难以驾驭。黑白双剑是侠客行中玄素庄庄主石青、闵柔夫妇的佩剑，这2柄宝剑一黑一白，锋利异常，平日里和2人形影不离，也可以看作是2人身份的象征。双剑合璧的石青、闵柔夫妇也可以和顶尖高手有一战之力。这2柄剑虽然非常的宝贵，但是当夫妻2人得知自己的儿子犯错之后，果断将这一对宝剑留在了凌霄城赔罪，这也符合2人一直以来黑白分明的行事风格。不过后来这对宝剑被吸烟客夺去，为此夫妇2人还和雪山派产生了一些争执。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，虽然有很多的宝剑，可是这些宝剑并不是故事的主角，也没有一个侠客是因为宝剑无敌于天下。更多的时候，金庸先生是通过宝剑来让角色的塑造更加的完整。比如独孤求败的3把宝剑，青刚利剑、紫薇软剑以及玄铁重剑，不仅反映了他武功的进步，更是体现出他对剑理解的变化，最终才达到了人剑合一、万物皆可为剑的境界。而张三丰的真武剑和白眉鹰王在年长之后弃用自己年轻时的佩剑，也可以看出他们心境上的变化。虽然2人和独孤求败不同，不在剑道上钻研，可是这里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处。而且宝剑对侠客性格的塑造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比如君子剑和淑女剑虽然是公孙止所藏，但却在杨过的手中才能发挥出威力，
这是因为使用这对剑需要联手，和杨过小龙女情投意合不同，陷害妻子求千尺的公孙止自然没有办法使用这对宝剑，这也加深了两对恋人之间的对比。石青敏柔夫妇的黑白双剑也是两人黑白分明性格的写照。不过，虽然玄素庄中有一块黑白分明匾，可是夫妻两人行事并不是完全的黑白分明，他们也会偏袒自己的孩子。在得知宝剑丢失后，明明雪山派已经给出了承诺，却还要无理取闹。虽然这和夫妻两人平日行侠仗义的行为不同，却也让他们的性格更加丰满，以至于倚天剑、金蛇剑和凝碧剑，他们才更像是一柄真正用于作战的宝剑。不过与此同时，他们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，因此他们的意义也并不限于宝剑本身。我们在读金庸先生的作品时，与其比较哪一把神兵更加锋利，倒不如挖掘出他与角色之间的意义，以及金庸先生想通过他表达出的对人生和侠义之道的思考。第10名，前朝太监，笑傲江湖中的传说人物，葵花宝典创始人。东方不败仅习得葵花宝典残版之后，就能以一敌四，同时与令狐冲、任我行、项问天、上官云4大当世武林高手大战，也能战胜易筋经大成者，同时身怀少林12项绝技的方正大师。正所谓天下武功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葵花宝典是以快为主，令对手看不出破绽，没有还击的机会，亦或是快到就算被对手看出招式中的破绽，对方也来不及反击，破绽一闪即逝。习得葵花宝典后，内功极大提高，但恢复较慢，防御力极高，刀枪不入，枪炮无伤，轻功身法行动速度极快，让对手找不到任何破绽，身形如鬼如魅，飘忽来去，如同电闪而过。更有百病不生，诸毒不侵内功，绣花针法以极快的速度瞬间秒杀数十人以上，对手毫无防备还手之地。前朝太监的武功说白了就是以速度见长，虽然他的速度很快，但是如果将他放在后面一大批高手面前，根本就不够打。毕竟武侠世界有太多方法对付速度快的对手了，因此前朝太监只能排在末尾。第9名，白隼道人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中上一个时代的绝顶高手，玄冥神掌创立者，武功极高，是仅次于张三丰的人物。50岁时曾居天下第一，自创玄冥神掌，100岁时无疾而终。玄冥神掌是一种阴毒无比的掌法，后来白隼道人将它传给了弟子玄冥二老贺比翁和陆长克，二人凭借玄冥神掌在武林内助纣为虐。张三丰对玄冥神掌残余掌力也是束手无策，为了根治张无忌的玄冥神掌，带着他上少林找胡青牛，最终还是张无忌自学九阳神功才化去。白隼道人的实力可见一斑。第8名，慕容龙城，《天龙八部》中的人物，姑苏慕容氏先祖，五代末年的武学奇才，创出斗转星移的高妙武功，当世无敌，名扬天下。他不忘祖宗遗训，纠结好汉，意图重建大燕国。赵匡胤建立大宋，四海清平，人心思治。慕容龙城武功虽强，却无所建树，郁郁而终。斗转星移神功则是一门借力打力的功法，不论对方施出何种功夫来，都能将之转移力道，反击到对方身上。出手的人武功越高，死法越是巧妙。真正的功夫所在，将对手的兵刃拳脚转换方向，令对手自作自受，其中道理全在反弹2字。慕容龙城以此创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名头。第7名，黄常，出自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九阴真经的创始人。他本来是北宋朝廷的文官，在编撰道家典藏时却领悟了道家的绝顶武功，后来因杀死众多明教高手，被各门各派的仇家杀上门来，为了报仇而研究仇家武功，写下震古烁今的九阴真经。九阴真经上卷为内功基础，下卷为武功招式及总纲，是金庸小说中最负盛名的武学秘籍，一本传奇功法搅动武林风云，武绝纷纷出手，为了天下第一争斗不休。可以说九阴真经缔造整个射雕3部曲的江湖，故此黄常排名第7。第6名，段思平，《天龙八部》中传说级人物，大理国缔造者，六脉神剑、一阳指创始人。枯荣禅功很有可能也是他独创。六脉神剑名为剑法，实质并非剑法，却与剑法类似，是指含于指间的内力隔空激发出去的，使其以极高速在空中运动的一门剑气技术。但是由于修炼条件过高，在段誉后就已经失传。在《天龙八部》中，他的年代比慕容龙城更早，
所以没办法一较高下。但是六脉神剑经验绝伦，少时山前段誉的六脉神剑尚未修炼到家，萧峰便不禁叹服当初阿朱对自己的阻拦。当然了，作为兄弟情谊，萧峰这里有自谦的成分。抛开所谓的 BGM 和主角光环因素，光是一套太祖长拳便能击退强敌的他，实力水平是1等1的。即便如此，他对于六脉神剑也是无比叹服。段思平能创出六脉神剑和一阳指，更是说明了本人功参造化。第5名，林朝英、王重阳。阿浪这里将林朝英和王重阳放在一起来说，二人的功力不分上下，曾经斗了3000招也不分胜负。但是在大家心中，两个人是最遗憾的一对，所以今天阿浪将两个人放在一起来说。林朝英容貌才华冠绝天下，更是一个武学奇才，自创玉女素心剑法，与全真剑法相生相克，武功修为之高，只有天下五绝之首的中神通王重阳可与之匹敌，比之其他4大宗师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只因他是女流之辈，不喜欢在外抛头露面，所以外人知道的不多，声名也是默默无闻。但是一生行侠仗义，在华山玉女峰还共有林朝英的神像。玉女素心剑法，每一招都是一件他渴望与爱侣共同生活的雅士为主题，松下对弈、池边调和等等，是盼望的升华，而不是失望的发泄。此剑法需男子使全真剑法，女子使玉女剑法，两人双剑合璧，威力极大。王重阳，全真派创始祖师，天下五绝之首的中神通，身材甚高，腰间长剑，风姿飒爽，英气勃勃，飘逸绝伦。他是老顽童周伯通的师兄，全真妻子的师傅，也是一个独步武林的奇才，天资聪颖，武功造诣深不可测，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世称天下第一。早年是位抗金英雄，失败后出家修道，在终南山创立全真教，在武林中享有天下武学玄门正宗的美誉。在华山论剑之时，力挫4绝，夺得天下第一高手之称，和道家至高的武学宝典九阴真经。临终前更以一阳指重创西毒欧阳锋，使之数10年不敢踏入中原，自创先天功、金焰功、全真心法、全真剑法，其中先天功威力之大，令人向往。加上一阳指可以直接打破欧阳锋蛤蟆功，当年武功天下第一，实至名归。第4名，独孤求败。一人一雕一重剑，云动江湖无敌手。独孤求败自号剑魔，出自《神雕侠侣》《笑傲江湖》《鹿鼎记》，在书中是神话级别高手，毕生求一败而不得，最后埋剑于剑中，郁郁而终。其事迹只在极少数武林人士之间口耳相传，江湖没有他的身影，却处处充满着他的传说。剑主石壁，在其墓前刻着纵横江湖30余载，杀尽仇寇，败尽英雄，天下更无抗手，无可奈何，唯隐居深谷，以雕为友。呜呼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得，成寂寥难堪也。就这单调而凄冷的流言，已道出这绝代高手睥睨天下、傲视群雄的威风，也道出内心的寂寞与萧索。他创立的剑道5境被后人奉为神明，5境分别是：第1境，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；第2境，天下武功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；第3境，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以力破巧，有我无敌；第4境，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。此时剑在独孤求败眼中已经脱离了固有的形态，还原本真。第5境，无剑胜有剑之境，手中无剑，心中亦无剑。独孤求败用其一生追寻剑道极致，最终却只能与雕为友，隐居深谷，隐姓埋名，无人可知。但他留下的剑道和重剑，却直接创造了一位5绝级别的高手，本人更是天下无敌，故排名第4。第3名，达摩祖师，少林寺的祖师。少林的成就由达摩而生，乃是金庸笔下一位神话级别高手。如果在旧版3连版作品中，他可以算金庸全书第一，但是到了新修版中，达摩祖师被金老削弱了，72绝技不是他所创，变为由历代少林高僧所创。他的武功没有说明过，但是通过他创造易筋经这门绝世功法和少林创始人的威名，因此排名第3。第2名，斗九神僧，一生为儒为道为僧，无所适从。某日在嵩山斗酒胜了全真创派祖师王重阳，得以借阅九阴真经。虽深佩真经中所载武功精妙奥妙，但一味推崇老子之学，只重以柔克刚，以阴胜阳，尚不及阴阳互济之妙。
于是，在4卷楞茄经的行缝中，以中文写下了自己所创的九阳真经。自觉比之一味纯阴的九阴真经，更有阴阳调和、刚柔互济的中和之道。斗九神僧出自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在各书中仅出现这么一次，却给人们留下遐想的同时，还留下了天下内功不过九阳之翻离的神功。九阳真经比九阴真经的内功更胜一筹，可达到九阴真经总旨中所述武学最高境界。在一分为3的情况下，依旧缔造了峨眉派、少林派、武当派3大镇教武学。斗九神僧的威名天下皆知。第1名，逍遥子，天龙八部超神话级高手，在天龙八部中见首不见尾，却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。他教了3位绝顶高手，还让人永葆青春。他留下的武功秘籍更是创造了虚竹和段誉2位绝顶高手。北冥神功、小象功、天长地久不老长生功、生死符、天山六阳掌、凌波微步等绝顶武学都是出自他手。神书已随逍遥去，此骨为于长春泉。他的足迹踏遍河山，他倏然而出，倏然又隐，宛如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也见证了上古时期的各类神话传说，寻访收集了无数武林秘籍。无论是神秘的不老长生骨，还是沉寂数百年的灵鹫功，甚至是其他书里没有提到的地方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，也不知道他生活在何处。他只凭借遗留的秘籍，就创造了天下第一隐门派逍遥派，可谓古往今来天下第一。金庸这15部小说下的武力值，第10名张无忌。金庸先生在一次采访时被问到15部小说男主角谁的武功最强，金庸先生的回答是张无忌。为何是张无忌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张无忌的配置。张无忌身负九阳真经、乾坤大挪移、圣火灵武功、太极功等多种一流武功。九阳真经呢，不仅是一门高深的内功心法，而且还是一部永动机。九阳真经可以让人的内力源源不断，根本不知道累，哪怕是连着打上10天半个月不休息，张无忌都敢随时奉陪。另外，乾坤大挪移可以激发体内的潜力，还可以模仿对手的招式，学会对手的武功。九阳真经加乾坤大挪移，这已经足够顶配了。可是人家张无忌还学会了张三丰的太极功，也就是可以借力打力，4两拨千斤。你说说，谁还能治得住张无忌大兄弟？弱冠之年担任明教教主，使百万教众倾心归附，统一明教，率领明教光明左右使、护教法王、五散人、五行旗和百万教众，救张三丰，救谢逊，闯金刚伏魔圈，号令群雄抵抗元军。而且他的轻功配置啊，在《倚天屠龙记》的末尾已经超越了韦一笑。可以说，张无忌在末尾简直就是将防御、输出和辅助全部都学到了手里，而且还能将其发挥到极致的完美配合，绝对称得上是金庸最强男主。可惜啊，按照金庸武功排行中，武力值越往后排越弱，所以只能屈居第10位。第9名，黄商。很多排行中啊，把黄商排在了数1数2的位置。黄商在其中唯一的成就就是创立了九阴真经。射雕3部曲中几乎都是围绕着这部顶级武功秘籍展开的，可是作为创作者的黄商却很少介绍。射雕中借着周伯通之口，向男主郭靖讲述了有关九阴真经以及他的创作者黄商的故事。黄商呢，本是大内文官，却从道藏经书中无师自通，内外兼修，自学成了一位绝世高手。所以啊，黄商和很多只创作武功秘籍从来没出手的高手不一样，他是一位实践和理论结合的顶级高手。书中唯一他有过武功交手的经历，正是与明教众人挑战，一口气杀了几个法王使者。哪知道他所杀的人中啊，有几个是武林中名门大派的弟子。于是他们喊来他们的师伯、师叔、师兄、师弟、师子、师妹，一股脑的出来，又约了别派的许多高手来向他为难，骂他行事不按武林规矩。这里借着周伯通的口吻说出来，不过这也表示出他绝对比倚天中绝大部分高手都要厉害，因此排在了张无忌之前。第8名，王重阳。王重阳作为射雕五绝实力第一的存在，先天功的强悍，咱们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有关于先天功和九阴真经的对比。王重阳的功力比九阴真经其实更强悍，
看过《射雕》和《神雕》的朋友们知道，武绝这个称号是代表这2部书中最顶尖的一波武学宗师的，而其中作为榜首的王重阳更是封神。老顽童曾经问练到第10层龙象般若功的金轮法王，倘若我师兄在世，你焉能接得住他10招？足以见王重阳武功的威力。先天功其实和九阳神功很相似啊，都是纯内功心法。哪怕是跟绝远大师那样什么武功都不会的人，只要练也能得到丰厚的内功。最大的优势能够将一个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。王重阳去世的时候达到的这个高度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存在。可惜啊，他活的时间不长，不然他的名次还会再往前走。第7名，张三丰。金庸原著认为张三丰成就可比肩达摩祖师，不知道这里所谓的成就指的是武学成就还是人生成就。张三丰虽然是一派宗师，但也没到了超神的地步。他的无敌如果按照时间线来说的话，倚天之后属他最强。早在倚天发生线的30年前，名叫杨顶天4层乾坤大挪移就已经除了张三丰没有人能胜过他。当然有可能有人能打平杨顶天。神雕末尾，老张和绝远大师出场，杨过明确指出绝远大师内力不输郭靖和一灯大师，而晚年张三丰实力肯定是在绝远之上。从对战玄冥一老的水平来看，张三丰100岁的时候一招便秒掉，可见他的实力强悍。第6名，扫地僧。扫地僧一直都是天龙8部中公认的第1高手，少林高僧一直都是金庸最喜欢的一类群体。这些人呢，也多是武功高手，而金庸对于扫地僧简直是独爱。他为数不多的亮相，就让他成为了金庸笔下起点最高的强手之一。一堵气墙就震慑了所有高手，一次出手就足以让几位高手联手抵抗不得。扫地僧的实力可见一斑。关于扫地僧的武功，金庸在第43回毫不吝惜笔墨，把扫地僧神乎其技，近乎佛。在天下武学殿堂少林寺藏经阁，在当世武功最高的萧远山父子、慕容博父子、鸠摩智、少林诸僧等人打斗一番后，扫地僧才现身。可在他现身之时，无一人能觉察扫地僧的存在，证明了扫地僧在轻功和吐纳方面的第1位。而后扫地僧分别对萧峰和慕容复。萧峰的感受是生平从未遇敌手，但眼前这老僧功力显比自己强过太多。而慕容复也觉得那老僧武功高出自己10倍，这算是把中清代武学翘首给玩爆了。然后再打萧远山和慕容博，扫地僧也只用了1掌就击中脑门正中百会穴，习武之人防备最严密的部位。更强的老一辈轻松沦陷，这就是扫地僧的实力。第5名，独孤求败。独孤求败是武林中的前辈，自号剑魔，率直孤傲，不喜拘束。但是所有关于他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传说。生平求一敌手，但求一败而不可得，诚寂寥难堪也。单调而凄凉的流言已道尽这位绝代高手睥睨天下、傲视群雄的威风，也道出内心的寂寞与萧索。咱们可以从杨过到剑冢时找到一些答案。独孤求败在剑冢埋下4种剑，同时也代表了他的4种人生境界。青光剑，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。弱冠前以至与和硕群雄争锋，正是他年轻时期锋芒毕露、意气风发之时。紫薇软剑，30岁所用，虽然懂得收敛和低调，但是还会不自觉地伤害到别人。他虽然刻意在打磨自己的棱角，却依然会伤害到别人。玄铁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40年前视之横行天下，达到天下至尊地步。40岁之后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皆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也是金庸先生想要表达出的建议进入了道的范畴，那是精神自我与物质自我的统一。可以说独孤求败的剑法代表了金庸武侠中最高的剑术成就。第4名，阿青。当初听闻这个名字还是有些陌生的。阿青也是所有的高手中唯一一名女性，她原是越国时的一名牧羊女，后来在牧羊时巧遇一头会使竹棒的白猿，并从那次之后就常与她以竹棒交手，因而悟得高超的剑法。阿青的战绩很少，无非就是开场一战一人独挡了8个越国剑士，并且胜之。第2战就是因为吃醋去找范蠡算账，
然后一个人击败了2000名身披越甲的士兵。第一战由于不知道越国剑客的实力，不能说明什么，但第二战阿青一个人在半个时辰内就能击败2000越甲，就能说明阿青是神级高手了。同时还有一个桥段，在越女剑中，阿青随心一指，连力道都没有使，就让西施从此有了终身性心脏病，西子捧心，从此成为佳话。这说明阿青也能做到草木竹石均可伤人的境界，但同样的境界，两个人达到的年龄不一样，也就是说，后世的奇侠剑魔兼续阿青之影，将剑法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可见剑法雏形始于阿青，发展于独孤求败，当之无愧排在独孤求败之前。第3名，前朝太监。前朝太监正是创造葵花宝典的人。由于葵花宝典所记载的武功太过深奥，修炼方式也太为苛刻，所以300多年里始终没有人能修炼成功。后来的东方不败学了12年葵花宝典1/3的残本，并没有全部学完。咱们拿东方不败直观地感受一下前朝太监的实力，4个一流高手打不过一个东方不败，东方不败仅靠一根绣花针取得胜利，显然他已经达到了草木花石皆可为剑的境界，这也是独孤求败的最高境界。东方不败已经能达到这个境界，说明前朝太监自然是远超东方不败。所以说前朝太监很有可能就是习惯了出其不意的金庸设定的第1高手。金庸先生在评葵花宝典和独孤九剑的时候说过，创武功的应该要比练武功的厉害，这也是前面咱们比较排行的一些依据。这就说明葵花宝典这本书到底有多无敌。练就了这么长时间，除了这个太监没有人全部练完，而且他还是宫中一个闲来无聊便赚来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人的武学造诣和修为绝对就达到了一种无敌的境界。第2名，逍遥子。其实关于到底是逍遥子强，还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第1名更强，但还是将逍遥子暂且排在了第2位。逍遥祖师就是逍遥子，逍遥派创始人，武功非佛非道非儒，但近乎于道家。一位拥有北冥神功、小无相功、凌波微步、八荒六合唯我独尊神功、天山六阳掌、天山折眉手等如此诸多绝学的高人，无崖子、天山童姥、李秋水3人的师傅。仅仅看看他3个弟子的武功，就可以想象其师傅的高深莫测了。咱们就从公认的顶级女高手天山童姥这里找一下线索。童姥6岁时被他收徒，那时他就把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传给了他。那么如果他在天龙时间线没死的话，年龄至少得100多岁，而且上限未知。而他若又离开武林云游去了，既不会在打斗中死掉，又有永葆青春的办法，所以他基本的内功和体力应该至少不弱于逍遥3子。而逍遥派武功招式里没有说逍遥3子谁的主要武功是自创的，所以他们的所有招式应该是从逍遥子发端。所有的这些招式综合起来，肯定能减少只会一些招式的人的弱点。而他自己既在那么长的岁数里，既见到天下各种武功，又有深厚的功力，其强悍已经无法用武功高低形容了，达到了道家至高境界的天人合一。在众多道家代表中，他其代表了道家的最高成就。第1名，达摩祖师。达摩祖师的最强身份背景就是少林派的开创者。在金庸先生所有的小说中，少林派永远都是立于不败之地，少林派是江湖的第1正义门派。而且少林寺的藏经阁一直都是武林人士梦寐以求的地方，藏经阁中的武功典籍大多数都是达摩祖师所流传下来的，可见他的武功之高了。特别是他创造的易筋经和九阳真经，在金庸几乎所有的小说中都是非常厉害的，无数的武林高手都想得到这2本经书。张无忌在只是学会了九阳真经的情况下，在当时都已经是无敌的存在。如果再给他易筋经的功力，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高手。达摩祖师还创立了少林72绝技，虽然从没真正见识过他的身手，但是绝对是最顶尖的高手之一。可以说在整个金庸武侠世界中，达摩代表着佛教的最高境界。他跟逍遥子一样，都是被封神的人物。
其实他和逍遥子的实力，两者之间是旗鼓相当的。其实正是因为此前很多武功都出自他之后，连九阴真经这样的武学集大成者都出自他之手，后来新版删除，冲这一点将其列为第一。